韩国 N 号房事件6年后 ,2.0 版本的 N 号房卷土重来，大量女性甚至未成年人在 AI 技术下成了23万网络罪犯们的受害者。Hello， 宝子们，我是星河。前段时间韩国 AI 换脸事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强烈关注。今天咱们就聊聊，当技术迭代裹挟着厌女浪潮，这里究竟隐藏了多少人性的阴暗面？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一位韩国女学生向韩国先驱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宋是一名来自京畿道的17岁高中生，和其他同龄女孩一样，她会在 ins 等社交媒体上上传自己的照片和视频。这天，她收到一条匿名消息：你的朋友和父母知道你还有这一面吗？并附上3张大尺度的照片。当宋打开信息时，她震惊地发现自己的脸被换到了几个衣着暴露的女性身体上。然而她并没有参与拍摄，图片是通过一种叫做 Deepfake 的技术合成的。Deepfake 是一种利用人工智能合成图像和视频的技术，让一个人看起来像是在做他从未做过的事情。通过 Deepfake， 你能让马斯克变穷，也能让特朗普被捕。而现在这项技术被用在制作露骨视频上，并发酵成 2.0 版本的 N 号房事件。这些人会创建一个私密的 TG 聊天室，当用户进入聊天室后，聊天窗口会立即弹出消息：现在发送你喜欢的女性照片，然后只需要等待几秒钟，一个被换过脸的露骨视频或者照片就制作好了。最大的一间 TG 聊天室竟然有 22.7 万参与者，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韩国男性总人数也才2580万，相当于韩国1%的男性都在这里观看。宋只是成千上万名受害者中的一个。这次事件波及的学校超过300所，令人发指的是，里面竟然还有小学。韩媒更是表示，几乎所有女性都是潜在的受害者。不过，一些韩国男性态度却非常恶劣，甚至表示舆论过后会继续开启第5季。事件也愈演愈烈，逐渐升级为男性与女性对立互撕的局面。迫于舆论压力，韩国总统尹锡悦要求彻底根除这种数字技术犯罪。虽然警方已经成立针对此事件的特别调查组，但韩国女性并不买账。毕竟作为一个靠反女性主义上台的总统，似乎不太可能对此事下狠手，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儿去撩拨核心选民的脆弱神经。因 Deepfake 而被抓的人们无一例外地表示，只是为了好玩，没有什么恶意。但这样一个目标明确且涉案人数巨大的犯罪组织，还是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同样针对女性的犯罪群体 Incel， 中文名称非自愿独身。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97年，有一位名叫阿拉娜的加拿大女生提出，起初还传递着一种美好的期望。阿拉娜在大学毕业后长期处于单身状态，她将这一切归因于自己又胖又矮，缺少性吸引力。为了让与她有类似经历的人能互相交流，阿拉娜建立了一个网站，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空间，让那些孤独无助的人找到共鸣。网站几经更名，最终命名为 Incel。 刚开始，阿拉娜通过网站确实收获了不少善意，网友们温暖的鼓励让阿拉娜积极调整自我，并开展线下社交生活。但后来，网站里的声音似乎发生了反转，大量25到30岁之间的单身男性涌入，他们肆意发表攻击女性的言论， Incel 也逐渐成了这群人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自己孤身一人得不到爱与性都是女性的错，肤浅、贪婪、堕落。女性也在 Incel 长期自我意淫和恶意攻击下被污名化。那些拒绝过 Incel 的女性被统称为 Stacy， 而那些相貌出众、受女性喜爱的男性则被称为 Chad。Incel 们一方面羡慕 Chad， 想得到 Stacy， 另一方面又极度反感和痛恨这两种人。各种侮辱女性、反社会的帖子在 Incel 圈随处可见。无奈之下，阿拉娜放弃了这个网站。她怎么也想象不到，当初用来相互倾诉、抱团取暖的单身狗避风港，会变成一群剩男们暴力泄愤的暗示。在 Incel 亚文化泛滥的初期，剩男们的厌女情绪大多仅停留在语言暴力上。但2014年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枪杀案，将 Incel 群体自带的暴力属性从线上转移到了线下。2014年5月23日，22岁的美国男子罗杰在公寓刺死3名室友后，前往加州大学附近随机开枪伤人，最终导致6死13伤。之后，罗杰在与警方交火的过程中饮弹自尽。行凶前，他上传了一段视频，以表达对女性的强烈不满。视频中，他坦言自己因交不到女性而深感受伤，并因此萌生了报复的想法。I'm 22 years old and I'm still a virgin, and it's been very torturous. I don't know why you girls aren't attracted to me.
but I will punish you all for it. 罗杰的死并没有让事情结束，有 incel 网友得到启发，用交友软件约陌生女性线下见面，然后一边录视频一边进行语言攻击，大肆嘲笑和侮辱对方，以此来获得战胜女性的快感。2017年 Reddit 论坛出于安全考虑，屏蔽了 incel 们聚集的社区，但这群人很快又以 incel tears 的新名字重建，直到现在这个社区依然存在，而且已经有超32万成员加入。incel 对社会的报复也从未停止。2021年8月12日，英国普利茅斯的一位非自愿单身者在12分钟内杀死了连同亲生母亲在内的5人，并在行凶后自尽，造成了英国自2010年以来最残忍的枪击案。现实中明明也有大量的女性长期独身求爱不得，可为什么只有男性引发了如此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有 incel 成员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示， incel 人群是社会进步，尤其是女权主义的产物。也许这个说法点明了他们厌女更深层的原因。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和性别研究教授迈克尔·金梅尔曾说，随着社会平权运动的兴起，男性与生俱来的特权正在逐步消失，这给部分男性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危机。这些特权包括享受女性的爱慕，与女性发生关系。特权的消失让一部分男性萌生了受害者心态，感受到不公让他们变得愤怒，并企图通过暴力进行复仇。如果单从外表看， incel 的长相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但他们内心对现实的扭曲认知使得他们变成了社会的隐患。他们原本可能只是因为社交障碍而感到孤独，却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充满仇恨的回音室。随着性别对立的话题在互联网上不断堆积，这种误解和敌意也不断被放大，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最终让他们陷入更深的痛苦和绝望之中。虽然各路媒体对 incel 可能具有的心理活动进行了很多推测，但在科学研究的文献里，这个问题还没有被系统研究过。在一个小范围的调查中，研究人员把那些自我认同为非自愿独身的男性和不是非自愿独身的男性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非自愿独身的人觉得自己作为伴侣的价值比较低，而且他们觉得自己单身是外部因素导致的，自己没办法控制。和主流媒体的报道不一样的是，非自愿独身的人在找对象时要求的最低标准比不是非自愿独身的人还要低。也就是说，当一个男性怀疑自己对女性的吸引力，觉得自己得不到任何异性的青睐时，反而更容易产生厌女情绪。在英国纪录片《非自愿独身者的秘密世界》中，一名非自愿独身者在主持人的陪伴下去酒吧随机找女性交流。这个男孩从来没有跟母亲以外的成年女性有过适当的谈话，也不敢跟任何一位女性开口。在 incel 论坛中，他看到了太多把女性妖魔化的描述，他担心和女性交流会落入被指控强奸、性骚扰的陷阱中。这番言论让周围人觉得不可思议，其中一位女士主动提出可以和男孩聊一聊。男孩结结巴巴地说，我在网上认识的人说，如果你长得不好看，就没有人关心你的人品好不好，是这样的吗？女士脱口而出，是你个大头鬼，我觉得你应该做的是远离电脑。现在 incel 已经成了反女权的代名词，可矛盾的是，尽管女权主义和 incel 都源于对父权制的不满，两者却站在了对立的立场上。女权主义是从女性的角度争取平等，而 incel 则是以弱势男性的身份表达挫败感。所以二者虽然来源于相同的社会结构问题，但合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最终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 incel， 都可能在无意识中被卷入仇恨的链条中，进一步加深彼此的对立。尤其当鄙视链形成并固化后，最先被鄙视的往往是自己，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无意中强化了对自身的否定。建立鄙视链是为了将内心的自卑和不安投射到他人身上，以寻求一种虚假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只是短暂的，最终会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自我贬低。不管是女权还是 incel， 我觉得大家需要的是对话而不是对立，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曲解。性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可以通过交流逐渐消弭的，而且有一点我特别认可，那就是女性的解放也是男性的解放。只有当女性获得了真正的平等，男性才能摆脱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所以男性可以多倾听女性的声音，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同样，女性也可以多给予男性表达自己的机会，理解他们的困境和挣扎。